叠峰阁4期复工了。是的，下个月实现正负0。李海回来了？没有。据说吴婷把自己所有的身家，甚至加拿大的房产，都抵押了，凑了4000万。那他们剩下的1亿2千万从哪儿来的？吴婷在加拿大找了一家投资公司，出资1亿2千万，买澄海的30%的股份。有这样的事儿？是的，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意外。那李海呢？还是没有消息。但是有人说，他去加拿大了。吴婷这次回来，是李海在背后遥控。等着吧，就算叠峰阁4期能开盘，照现在的行情，他们肯定卖不动。到时候银行的贷款还不上，等待澄海置业的还是一个字：死。业内人士都说，澄海是个奇迹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澄海有吴婷，吴婷才是这个奇迹里的战斗机。哪儿啊？我没做什么，是澄海的员工太好了，再加上有朋友帮忙。你太谦虚了。其实低调啊，是最牛的一种炫耀。不是，你了解我的，对房地产我是一窍不通啊。虽然澄海现在已经开始运行了，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我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啊，所以一举扭转了澄海的债务危机，把一个休克的公司让它重新运转，起死回生。你让我们这些个干了10多年的房地产的情何以堪呐！我想啊，李海啊，他要知道澄海今天的情形，非自己拿脑袋撞墙不行。哎，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啊？这又不是说因为破产没脸见人，被迫失踪。这现在澄海已经缓过来了呀，该还的钱也已经还了呀，他应该回来了。他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啊？他现在最不想见的人其实就是我。不会吧？什么？还有这一出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回来之前。真是反了这小子了。吴婷啊，你别着急，这个事儿啊交给我。明天，不，就现在，我发动我所有的关系，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这小子呀给找见，然后把他五花大绑交给你，你把他带回加拿大。我带走一个躯壳有什么意思呢？那难道你不要他了吗？是他不要我了。真是傻瓜年年有啊！没想到，今年轮上了他。喂，我是吴婷。什么？讲话，大家欢迎！各位同学、各位家长，大家好！我呢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白鹿镇中心校已经正式的成立，师资队伍呢也已经到位。那下学期我们白鹿村所有适龄的孩子都将在新的学校里就读了。好。刚才领导讲了，新建的学校要比帐篷好，怎么好呢？那叫狗撵鸭的呱呱叫啊！虽然我们进了新的学校，但是不能忘记帐篷里的日子，更不能忘了将帐篷小学建立起来的小飞老师。下面我们有请小飞老师上来讲几句。小飞老师，不，我都没有准备啊。
你这玩命的好啊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了。我们山里人呢，嘴笨，也不会说什么，就让我们给小飞老师敬个礼吧。大家听我口令，起立，敬礼。谢谢同学们，谢谢同学们，同学们坐。我真的担待不起。其实我在这里每天就是教同学们做做功课，做做游戏。我看着同学们的笑脸，就能够冲淡我心中的悲痛。其实这一段时间，我更多的感受到一个大家庭的爱，应该是我好好谢谢大家才对。除了小飞老师，还有一个好心人呐，就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也把他请上来。李海，李总，啊，我也上。还是我颁奖啊！我代表组委会，送给你单号充电最佳扮演奖。谢谢。我这辈子啊，得过很多奖，每个奖都比这个奖精致。可是我现在感觉，今天这个奖分量最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吴婷，你爸爸，你父亲他不行了。爸，你醒了。孩子，你认识我了？爸，你没事的啊？婷婷，快叫医生。好。你要敢跟吴婷离婚，我就没你这么个兄弟。建国，别当着老爷子说这个啊！哦，老爷子的后事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那墓地呢？墓地选好了，墓碑正在刻，下午就可以直接送过去，日子也定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听听，多好的媳妇儿啊！你要跟他离婚，你就是个傻子，你缺心眼儿你。我走了。
这是我们的家。圆圆，你还活着呀？怎么了，圆圆？你到底死哪儿去了？你去深圳把我给忘了，还是说你被地震给埋了？我都不知道我该报警还是该给你烧香。打电话打不通，大半夜你也不回，你知不知道我多难受？你知不知道心里多疼？你知不知道我到现在都快疯了？你都吓死我了！你知道我多害怕呀？是我不好啊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。入土为安，爸爸安定了，我们也就心安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吧？你应该已经收到我的律师函了。是。对不起，甜甜。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。你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虽然我们之间有过承诺，但那也只是在在乎对方的时候才有效。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曾经想一直和你走下去，可是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结果，我也非常遗憾。遗憾？难道有谁逼着你非跟我分手？难道你不是一个成年人，不能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？还是赵小飞给你下了毒，让你离开他就活不了？李海，你无法自控，你喜新厌旧，就承认了呗。承认了这一点，至少你还是一个磊落的混蛋。你怎么骂我都不过分，只是我不想因为咱们俩的分手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。我选择赵小飞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。没关系，在你心里，我不如赵小飞这个事实，并不会让我觉得自卑。倒是我想提醒你，赵小飞今天所能给你的一切，我曾经都给过你。只不过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东西都慢慢消失了。这是不可逆的自然规律。所以，今天他能给你的，终有一天你会失去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再去找一个更年轻的女孩？妈妈，那边有个机器，放钱进去就会叫吃的。是吗？妈妈，这是我女儿妞妞，妞妞乖，快叫阿姨，叫阿姨好。天哪，我是不是穿越了？地震让我失去了爸爸，但也让我多了一个女儿。那你跟李海打算怎么办呀？李海已经向吴婷提出离婚了。天哪，你这下彻底把李海给征服了啊！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什么都没做。李海，他是在经历了地震之后，可能想清楚了一些事情，才做出这样的选择。唉，我现在对你可真的是羡慕、嫉妒、恨。我有什么好羡慕？你看，我跟我男朋友同样是经历了地震，但是呢，这关系还是原地踏步。你也不用羡慕我，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乱。你乱什么乱呀？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楚的。唉，我也在想，我跟周鑫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可以再进一步？妈妈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许插嘴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快签字的。不过，关于财产如何分配，恐怕需要双方律师重新商谈。
有个情况你也许不知道，澄海置业已经破产。不过在破产之前，我清理了一下个人财产，我现在留给你的，那就是我个人财产的全部。有个情况恐怕你也不知道，你失踪了以后，我接管了公司。澄海置业现在正在为蝶峰阁4期开盘做准备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一开始我就知道你在白鹿村，只不过这边事情忙，我没有去打扰你。不可能。你现在可以回公司去看一看，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。李总，您可回来了。李总，您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李总回来了，李总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李总真的回来了，李总，你怎么才回来，李总啊？李总到哪儿去了，李总啊？太好了，真太好了，李总回来了。我没有办法继续再照顾孩子了，我让你失望了，对不起。陈总，李总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李总啊！哎呀，你赶快去看看吧。老地方见。我重新拟了一份离婚协议，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财产分配做了调整。甜甜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2个月你为澄海做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本来以为澄海已经人去楼空，可没想到它还在运转，而且有效益。谢谢你为澄海所有的付出。刘晓宇那40%的股份，我完全没有异议。至于剩下的60%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澄海集团总共70%的股份，都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你不明白吗？澄海的60%，再加上我应得的10%，总共70%的股份，我1分钱不要，都是你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上面都写着，
你可以自己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已经签字了，就差你了。我走的时候，陈海已经是零，所以这70%不属于我。我说过了，你的钱我1分都不要。快签字吧。离婚，我同意，但是这么分割财产，我不同意。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要重新拟一份离婚协议。怎么了？领导，我们俩已经决定了要离婚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之前你们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妈，你们要离婚吗？是，这是我和你爸爸共同的决定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英子，这是爸爸妈妈的事情，你不要管好吗？那怎么不关我的事？我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我有投票权的。这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不行，不行！你们等等，等一下。婷婷，你搬出去了。其实应该搬出去的是我，你不用搬。我不会再回去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还记得他们俩吗？记得，这是你3岁过生日的时候，爸爸给你买的。我3岁的时候，你跟我
我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一个人睡觉了。就是因为你当时睡觉老害怕嘛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了2只熊猫。从那以后，每天都是他们2个陪你睡。我给这个起名叫塔塔，我给这个起名叫小小，是因为其实我在心里边已经把这个当作是爸爸，这个当作是妈妈。那天晚上关了灯，其实我真的很害怕，但是我只要看见他们2个在我枕头边上，我就觉得你们俩是一起陪着我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离开我，我要你们永远都在一起。英子，英子，别哭，别哭啊，好吗？不哭。英子，不哭，是妈妈不好。对不起，英子，对不起。不哭，英子，爸，你赶紧把妈妈找回来，你一定要把她找回来。我要你，我也要爸爸，我要你们都在一起。爸，你答应我，答应我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。英子，爸爸会处理好，你放心。你答应我了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你答应的一定要做到，你说到做到。答应，答应。我当你的好兄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都已经过去了，心停在哪儿了？这么久了，该说什么呢？现在该去哪儿呢？回来了，快来喝汤啊！家的门已关了，还能有温暖的地方唱什么？你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谁都想讨好，注定和谁都好不了。你其实都知道，别说你做不到，错把犹豫当解药，中了软弱的圈套，什么都得不到。
什么都得不到。李海签字了吗？为什么？他不同意财产这样分割。那他要怎么分？他1分钱都不要。他要把陈海70%的股份都给我。我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夫妻，别人为了分财产，打得头破血流的，你们倒好，谁都不要。不过李海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还是很佩服他的。小雨，陈海现在只是暂时没有了债务危机，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难。我想，真正能够带领陈海走出危机的人，是李海。你的意思是，不管最后股份的归属是什么样的，你都希望李海继续出任陈海的 CEO？ 是。作为丈夫，他很糟糕，但是作为老总，他确实很优秀。OK， 我来找他谈。谁也不敢保证一定会有效果，但是劳拉·贝克是美国最著名的儿童心理专家，研究自闭症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。哎，那蔡老师，如果我打算带孩子去试一试，那得多少费用啊？整个疗程呢大概需要2到3年，每年至少6万美金。哦，这么贵啊！是啊。为了孩子的病，再贵，我们也得去试一试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中午。欠的钱还完了，他也该露面了。周总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说。就是前2天吧，孩子学校的老师跟我说，他们学校争取了一个去美国治疗的名额。这一去就得2年多，我准备从陈海辞职，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得100多万。周总能不能把那份钱先给我，我好没有后顾之忧的带孩子去美国。陈海现在又有起色了，在接下来我跟他的对决当中，你能帮到我。等我拿下了陈海，所有的账我跟你一起算。那好吧。白先生，你好。首先，我感谢你，你在陈海最危机的时候伸出援手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吴婷。再者，我也不是在助人为乐，我在为我的客户寻找最大的利润。你这么做就对了，因为在明年春节之前，楼市一定会复苏。是吗？我记得你曾经预测过，楼市会在地震后3个月复苏。结果呢？差点倾覆陈海。你觉得蝶峰阁4期什么时候开盘比较合适？这你应该去跟吴婷商量。我在陈海已经没有发言权。我知道，就股权归属问题，你们还没达成协议。但我和他有共识，那就是，无论你还是不是陈海的股东，我们都希望你能继续出任陈海的 CEO。你觉得我在陈海干 CEO 合适吗？仅从才能来说，挺合适的。我没有做到，吴婷做到了。我认输的，
吴婷坚持下来，我没有脸面再回澄海。如果仅仅是因为面子问题，你更应该留下来。在澄海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你输给了吴婷。现在澄海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的发展。如果你要找回你的尊严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我没办法面对吴婷。吴婷用自己全部的身家，换来澄海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愧对她的话，把澄海带出目前的困境，是你对她最好的回报。好吧，这事儿我暂时答应了。不过，一旦澄海走上正轨，我马上辞职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谈下一个问题。作为吴婷的律师，我全权代理她的所有权益和事宜，包括离婚。妞妞，妞妞，哎，好玩吧？朱元全啊，那吴婷什么也不要啊？那他想什么呢？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就不是钱，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。那对他重要的是什么？尊严。尊严？钱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还有个屁尊严？不能这么看，圆圆。我现在很佩服吴婷。这么傻的一个女人，你也佩服？也许我比她更傻吧。关于离婚的事，我会和吴婷当面谈，就不麻烦你了。不好意思，吴婷不想再见到你，要谈，你只能和我谈。那请你转告他，离婚可以，可条件澄海归他。他不会要的。那我就不会签。你这样的坚持有什么意义吗？除了能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之外，你觉得钱能减轻带给吴婷的伤害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吴婷，可有些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选择的。你有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忠诚，但你选择了背叛；你可以选择吴婷，但你选择的是赵小飞。巴基大地震发生的时候，赵小飞不顾自己的性命，跑到澄海楼上来找我，来救我。一个女孩子为了我连命都不要，你换做你怎么选？你只知道赵小飞为你不顾生死，你不知道的是吴婷也这么做。地震发生以后，通讯全部中断，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所有人，包括英子，都在阻止吴婷回国。可他为了你，第一时间赶回了简阳。这是他当时留下的遗书。遗书？吴婷为了你，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他决定回简阳，就没打算再活着回来。